七国之乱是如何发生的？都有哪些诸侯王参与了这次反叛？此时各地的诸侯王又都是谁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汉文帝驾崩及七国之乱的起因。公元前179年正月，年仅10岁的刘启正式被立为了太子。这时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来到了长安城，汉文帝就让太子刘启亲自去陪着刘贤游玩。可是两个小孩谁都不服谁，在一次下棋的时候产生了矛盾，刘启直接拿起棋盘砸向了刘贤的脑袋，不料刘贤竟当场就断气了。这下刘启彻底慌了，可刘恒比他还要慌，连忙派人将刘贤的遗体送回吴国安葬，并去慰问吴王。可到了吴国后，刘濞勃然大怒，说道：天下都是刘家的，既然世子死在了长安，那就直接埋葬在长安好了，何必还要送回吴国呢？于是就把刘贤的尸体又给原路送回了长安，以表示不满。从此刘濞就一直称病，再也不来长安朝见天子了。公元前157年6月，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，享年45岁。临死前他写下遗诏，让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办理。就这样，一个伟大的帝王悄然离世，埋葬于霸陵。他即位以来，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，励精图治，节俭朴素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序幕。他废除了从商鞅开始的连坐法，以及从先秦以来就施行的肉刑。肉刑主要指的是五刑，即墨刑、役刑、废刑、宫刑和大辟。汉文帝将所有的这些肉刑统统改成了笞刑和杖刑等，就是抽鞭子或者是打板子。同时他减免税赋，将土地税从15税1减为了30税1，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也减为了每3年只服役一次。同时他还是24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，他亲自为自己的母亲薄姬尝药，深具孝心，因此他的谥号为孝文皇帝，即汉孝文帝。6月9日，太子刘启即位，即汉景帝。同时册封薄妃为皇后，薄妃是他奶奶薄太后给他选的博士之女，但薄妃至今还没有生育，因为没有嫡子，所以也就暂时没有立太子。公元前155年，也就是汉景帝2年，御史大夫晁错给景帝上书了削藩策。他表示，如果削藩，诸侯王可能会造反，但不削其实也会反，所以提前削藩，到时候即使反了，祸患也会小一些。于是汉景帝就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准备削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下此时的诸侯王都是谁。燕王是刘泽的孙子刘定国。汉文帝即位后，将琅琊王刘泽改封为燕王，到刘启即位时，传到了他孙子这一代。代王是刘恒之子刘参。刘恒即位后，先是封刘武为代王，后来刘武被改封为淮阳王，就将刘参封为了代王。再后来，由于刘一坠马而亡，又将刘武改封为了梁王。赵王是刘友的儿子刘遂。齐地的7个诸侯王，除了城阳王是刘肥的孙子刘喜外，其余的6个全都是刘肥的儿子。淮阳王是刘启的儿子刘虞，楚王是刘交的孙子刘戊。淮阳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则是刘长的3个儿子。长沙王是吴瑞孙子的孙子吴柱。王则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。刘恒在位的时候，准许民间铸造钱币，并开放了山林川泽，致使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矿产、渔业、造盐等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。当然，也因为这项政策，使吴国立即成为了最富庶的诸侯国。一方面，吴国境内有大量的铜矿，可以铸造铜钱，使吴国的铜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。另一方面，吴国临海，便可以煮海水为盐，贩卖到全国各地。由此，吴国的经济逐渐变得富足，百姓也都非常的拥戴刘濞。汉景帝3年，削藩正式开始。首先是楚王刘戊，他到长安来朝见的时候，晁错就找了个理由，说他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偷偷淫乱，所以就将楚国的东海郡给削减了，以示惩罚。之后，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的时候舞弊，便被削减了6个县。赵王刘遂也因为犯罪被削减了赵国的河间郡。这时虽然还没有削减到吴国，
但刘辟清楚，他才是汉景帝最想削弱的，他便开始早做打算了。他亲自前往胶西，与胶西王刘昂秘密协商反叛事宜。他承诺，事成之后，他愿与胶西王平分天下。胶西王也爽快地答应了，又主动去说服其他的诸侯王，相约一起起兵。不久后，汉景帝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故障郡和会稽郡。刘濞等的就是这一天，他接到诏书后，立即下令将吴国境内凡是朝廷派来的2000担以下的官吏全部斩杀。之后，召集吴国14岁以上、62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，很快便组织起了20万反叛大军。为什么是62岁以下的男子呢？因为此时他自己就是62岁。同时，他还派人去与匈奴、东越、芈越等地建立联盟，相约一起反汉。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西王刘昂、胶东王刘雄渠等6国的诸侯王也相继宣布加入刘濞的阵营。至此，7国之乱正式开始。那么，7国之乱最后是如何被平息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